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紫藤啊，讲一下紫藤的画法。那这个紫藤的话呢，它是属于豆科的豆科的植物，属于藤本的豆科的植物。那这个花儿非常像那个豆花，对不对？那这个它的藤蔓呢就是藤蔓的就是藤本的其实这个大家都见过这个紫藤，对不对？都见过紫藤。因为太常见了，像公园里面好多都有这个紫藤。那么大家通过学习这个中国画之后呢，再去看的时候就不要只看它的漂亮不漂亮了，我们可以看得更仔细一点就是学完中国画，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得到一种观察生活的另一种角度。那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事物观察它更细一些。那比方说，我们不用去考虑那些生物学的东西比方说豆科的它。对吧？叫什么名字那个我们可以去不考虑，但是呢，我们要观察生活，我们要观察的很仔细一些。那它这个我们看到很漂亮的那么多串我们离近一点，再观察的再细一点。那这一串上面它都有哪些结构呢？它是像这个半开的这种状态它是有小花苞还没有开的，也有呢盛开的。那还有的呢完全就是小花苞的状态，还有的呢，还有一些会是完全盛开的状态。那对吧？观察的我们再细一点，这个是从一串来观察，再细一点我们还能再细观察。那这个小花苞的形态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这个小花苞的形态是这样的，有点像小茄子的形状也有点像小豆子的形状，它是这样的，可以看到吗？那它这个小花苞的形态是这样的，还有什么样的呢？还有像这边撇的，还有什么样的呢？还有像前面撇的，还有像前面撇的。那它这个小花苞的形态无非就是这种形态，角度上加以了变化，对不对？我们分析了它的小花苞，还有呢，它的花瓣每一朵小花它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咱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通过分析会发现它的一个小花瓣的一个状态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上面一个大一点的上面一个大一点的，然后呢下面这样一个小结构下面这样一个小结构，中间呢还有一条缝隙这个小豆子中间也有一条缝隙，可以看到吗？中间也有一条小缝隙。那我们在画的时候怎么画呢？像蝴蝶的翅膀两边大大的蝴蝶的翅膀，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小结构这个地方下面的，上面一个像蝴蝶的翅膀张开的翅膀一样然后下面呢像这个小豆子一样像小豆子一样，也有点像小茄子的形状，对不对？这样画下来，中间呢它有一个小结构是不是非常像小豆子？加上这个小结构之后，更像那个小红豆对吧？像不像小红豆非常像单朵花它是这样的结构。那么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再来观察一下。那这两朵我找的呢都是正面的，还有一些是侧面的，比方说这个非常侧的一朵，它是这样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怎么画呢？这样的是不是就这样画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侧面的这个是小花苞的形态。那最后呢，这些串紫藤串的话呢，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葡萄画法是不是又一样了所以说好多写意画当中的这些就是中国画这些好多时候这些手法这些结构，那好多呢是类似的是接近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系统的学习的话呢，系统的学下来之后，会发现我们当越学这个东西，越学一个东西越简单。为什么简单呢？因为之前已经掌握的那些技能，之前已经掌握的那些知识基本上
好多稍加变化就可以运用过来啊。这个就是刚入门的时候感觉困难，然后入门之后呢，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啊，就原因就出现在这儿。那么咱们这节课主要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花儿如何用写意的手法咱们来表现它。那么咱们已经了解了它的一个结构的特点，对不对？已经了解了它的结构特点我就不再示范白描稿了因为白描稿的话呢这个经过我们前面的学习，其实大家对这个白描已经掌握的很好了，就是说对着这个画呗，对吧？单个研究出来之后，把这些进行组合变化把这些进行组合变化。那么大家呢可以自行去练习一下这个白描稿也是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分析思路呢去写生一个去画一个甚至呢也可以去找一找工笔的白描稿，看看那些历代的画藤萝的那个工笔画，那是不是和咱们这个观察到真实的紫藤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说画的不一样是不是他们画错了？还是呢他们经过了哪一种艺术的一个处理，对不对就是可以练习可以练习一下。那么这个我就不再领着大家去练了，因为这个大家这个技能经过前面的那么多的一个掌握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就不再耽误大家时间了。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用写意的手法如何来画这个呢写意手法怎么画它呢？这个是咱们讲的重点。好，我们来示范一下。紫藤是紫色的，紫色的呢，我们通常情况下呢，见到的颜色当中也有紫色，也有这个紫颜色，但是我用这个紫颜色用的很少就是说这个紫色呀，直接调好的这个紫色直接吸管装的这种紫色呀，它缺少一种变化它缺少一种变化，因为它本来它是没有色相上的变化的它是没有色相上的变化，它都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它都是紫色没有这个偏红或者偏蓝这一说，它就是一个比较鲜艳的一个紫。那这个紫色呀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其他颜色，比方说可以加上一些曙红色加上一些这个花青色加上一些花青色甚至呢还能加上一点胭脂颜色就是说大家在运用的时候可以更加灵活一点甚至呢不用加紫色，不用紫色，我们直接调紫色是最好看的。一会儿我们慢慢给大家讲。用到的颜色呢还有什么颜色太白色也要用到。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去画它这个怎么用写意的手法去画它。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呢，就不单单我们要考虑到画面的一个结构问题，还要考虑到什么呢？还要考虑到画面的一个用色问题用色问题的话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像蝴蝶形状的这个上面的这两瓣颜色浅，有紫色，但是呢紫色非常浅。然后下面这两瓣紫色非常深颜色非常重更加像非常深的一个紫色，包括这个没有开放的这个小花苞的形态也是颜色非常重。所以说我们要抓准它的这个结构特点要抓准它的结构特点。那单个花瓣呢，我们怎么画呢？单个小花怎么画呢？我们就可以呢先调一个紫色我们都来示范一下。那直接用紫色来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紫色调很淡的一个紫笔尖上呢可以适当的调点太白，然后单独的一个花瓣怎么画呢？就是两笔，它实际上是一笔，但是呢它中间
都有一个小的凹槽的形状，凹槽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用斜翼手法呀，你不能说画完之后你再去用一条线去勾它呀。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直接用两笔去画。中间有个小凹槽呀，我们就这边一笔啊，这边一笔啊，给它概括出来啊，给它归纳概括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这样上面的部分。那侧面的怎么画呢？侧面一点的，我们看一下这些稍微侧一点的啊，这样去画。再侧一点的，还有什么样的形态呢？还有啊，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么画好这个上面的浅色的之后呢，我们开始画深色的啊，下面的小结构啊，那就颜色就重一点哦，对不对？颜色就重一点，直接用比较深的一个紫色，直接用颜色比较深的紫色。这个是什么？两个小结构啊，也是一样，它是一半啊，但是呢，它中间有一个小凹槽，所以说呢，我们画的时候啊，就把它画成两半，用两笔给它表现出来啊，这样去表现它。然后呢，再来仔细观察一下，它这个颜色中间啊，中间的话呢是有一点黄色的感觉啊，这个是它的花心啊，这个是它的花心。花心怎么去表现呢？啊，也是一样啊，我们加点黄色。其实这个紫藤漂亮，非常漂亮，漂亮在哪儿呢？和它这个花心是有关系的。紫色和黄色它是一个互补色啊，它是一个互补色，就是颜色会特别跳啊。紫色和黄色呢是非常对立的一个颜色啊，这个时候对吧？身上都是紫色，中间呢来上一点黄色，就给人感觉啊特别的亮，特别鲜艳，特别好看啊。所以说这个紫藤花啊，离近了看也好看，离远了看呢，哎，又有紫又有黄啊，这个颜色就五彩斑斓的感觉，因为它是一个互补色，一个对比色啊。那这个单瓣的我们就是这样画的，这个我们是运用的什么手法呢？运用的纯紫色啊去画的。那实际上在我画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用到纯紫啊，大部分情况下呢，我是调的颜色，就是说可以有一点紫啊，然后呢，曙红色加上一点花青啊，曙红加花青。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紫，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呢，明度降低了啊，但是它的明度降低了啊。我通常呢是这样去画紫藤，并且呢，在画的时候啊，有些可以画的偏红一点啊，有些可以画的偏红一点，有些呢可以画的偏蓝一点。那这个也是自己调颜色的一个好处紫色它没有偏红或者偏蓝这一说，那我们自己调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颜色啊，这个紫色啊，紫里面透着一点红啊，或者是透着一点蓝，就可以产生更多变化。笔尖上啊，还是调点太白。那我们再来画一下。啊，各个角度的都有啊，它各个角度的都有，好吧？这个是上面的，还是上面的这个比较浅一点的啊？这个蝴蝶形状的这个结构啊，蝴蝶形状的这个结构。那画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要画深色的部分啊，深色的部分也是一样，曙红色啊，加上一点花青色。调一个比较重一点的颜色啊，这个重颜色就能更加凸显出变化来了，甚至可以加上一点胭脂，胭脂是红里面最重的呀。加上胭脂之后，我们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更重，颜色就更浓啊。大家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和这个颜色上面其实是更丰富了？有些偏红啊。暗的呢可以更加暗下去，那直接用这个紫色去画的话，其实这个很难暗下去啊，它再暗，它也就是一个紫色啊，它也就是这样的啊，它也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调颜色的过程中呢，是可以调的更暗的啊，加上一点胭脂，这个紫呢立马就会很深红啊，很暗啊，就可以产生更多变化。那么这个也是我平常啊画画的时候呢一些小技巧，就是说不用直接纯紫色去画，那么我去调它啊，调出来这个颜色呢啊会变化更加多。
会更加稳重一些啊。最后呢，再加上这些啊，它小的可以算成花蕊吧，就是中间这个小黄点儿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单瓣的啊，单朵的这个小花朵是这样画的。那么这些小花瓣呢怎么画呢？小花瓣就更简单了啊，直接用调好的这个比较重一点的颜色，对吧？就画它就可以了。那画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它的这个小花苞的形态啊，它是有正有侧的啊，像这些都是侧面的，对不对？还有一些正面的啊，还有一些正面的，它是这样的一些形态啊，它这样的一些形态。然后最后呢，还有什么啊？小串儿啊，紫藤串儿，要把它们串在一起啊，要把它们串在一起。把它们串在一起，那就，对吧？就是一串紫藤啊。当然我这个没有画完呀，我只是先给大家分解着来示范讲解了一下，是没有画完的。那紫藤呢，对吧？中间我们要发现和葡萄那种串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紫藤啊，它是有这个啊，它是有这些缝隙存在的，有很大的缝隙，甚至呢缝隙非常非常大。那葡萄的话呢，那葡萄粒儿特别饱满的情况下，露出来的地方就非常少，露出了这些串儿的地方非常少。那紫藤啊也是串状的感觉，但是呢，露出来会非常多，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呀，它这个是有一个小花蒂、小花托的，对不对？是有一个连接这些串儿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小花托的。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小花托给表现出来呀，不能把它也给丢掉呀。那小花托我们可以怎么画呢？有时候啊，这个小花托就直接用这个比较重的一个紫色，比这个还重一点的紫色去表现啊，也可以呢，直接就调这个藤黄啊，加花青来画它，一个比较重一点的绿啊，然后来画它的这个小花托，里面呢加上一点赭石色也行。你像这个我们就没有加，就可以了啊，加上一点紫也可以。那这些地方啊也是有小花托的，那这个小花托呀，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画写意画的时候呢，也给它点上一点啊，增加它的一个变化啊，增加画面的一个趣味感啊。有时候写意画就是这样，我们分析结构，对吧？写意画是什么呢？就是分析它的结构，然后呢去加以变化啊。本来啊。我们看不到这个小结构，然后呢，中国画是散点透视啊，它不是焦点透视，它看不到，但是它存在这个结构，有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画出来啊，就像其实西画也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啊，本来一个侧面的人脸，然后呢看不到另外那边的眼睛，然后那个画家西画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这样一提还想不起来，就是本来看不到那边的那个眼睛，然后呢，他把他那个眼睛给他翻转过来，给他画上去了啊。我觉得和中国这个画就挺像啊。本来啊看不到这些小结构，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一些小结构，给它画出来了啊，给它画出来了啊。你像西画大师对吧？他这样画，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啊，中国传统一直在用这个散点透视，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去画啊，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家觉得外国人觉得对吧？他画那个，这个挺新鲜啊。实际上，殊不知我们中国画、山水画啊，这个花鸟画啊，用了很长时间啊，这个规律用了很长时间了已经。好，那么我们来画一串完整的，给大家示范一串完整的紫藤怎么画。分析结构之后，我们就要画完整的了。那完整的怎么画呢？调一个淡紫色啊，笔尖上调点太白色啊，调点太白色，也可以运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葡萄的画法啊。葡萄画法是怎么画呢？先从中间偏下的位置开始画，然后一点一点向上去推。那真实的紫藤，你像相机照出来的紫藤花都非常真实啊，哪个地方都很细节都很到位。那我们画的时候不要每个地方都画得很到位，画主要的地方，一串当中1/3的地方
从下数1/3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好看，我们主要的刻画它，其余的地方呢虚化一点。那怎么画呢？先画主要的地方啊，先画主要刻画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先从这儿开始画。当然，我们写生的时候呢，掌握其规律结构之后，那真正在画的时候是可以更加放松一点的。比方说这个啊，这个是这一朵啊，这一朵。那真正画的时候，对吧？可以更加放松自然一点。然后画的时候呢，需要把控一点，就是说，越向上画，加的太白越多，加的水越多。越向上画呢，这个颜色呀，我们可以适当的让它越浅一点啊。比方说加点水也行，加点太白也行，让它上下产生一定的变化。再有啊，我们同理可以运用呢，就是我们葡萄之前讲过的那些方法规律。那它这个紫藤给人感觉上下差不了太多，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产生变化呀。那怎么变化呢？可以刻意的呀，上面密集一点，下面呢稀疏一点，上面啊大一点，下面啊小一点啊，下面少一点。具体怎么运用呢？还是一样，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啊，对不对？加上一些。这个就是艺术化的一些处理方法了。了解其结构特点规律之后啊，加上这些艺术化的一些手法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啊，我们就画好了。它上面这个浅颜色的地方啊，就画好了上面浅颜色的地方。实际上，大家通过我们的一个绘画发现啊，我没有怎么蘸紫色，我是调了一个基准的一个紫色之后呢，我一直在调太白啊，一直在加水。从这个地方是最重的，越向上走，太白越多，水分越大；越向上走，颜色越浅。那我是运用了这样一个规律，那这个是我画紫藤的一些规律，大家可以去运用一下。就是这样画出来啊，紫藤这一串它不平啊，你像有些人画的呢，就是一串画下来之后啊就很平，每个地方都是细节啊，最终呢导致啊这一串画下来之后，每个地方都很仔细，但是你退远了一看吧，就特别板，好像贴上去的一样，好像照片一样，就不好看了。我们中国画需要加以变化啊，需要这些颜色深浅的变化，需要这个聚散的变化、大小的变化都需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调一个比较重一点的紫啊，我直接换一支毛笔给它调。当然紫色里面也可以加上一些这些颜色，我平常画画啊，我就是这样，就是说一些颜色呀，我会盘子当中有什么颜色，我就调一些什么颜色。这样的话，会每一幅画都不一样啊。这个也不是说我刻意这样是让每一幅画都不一样，我是在找一种感觉。盘子当中有一些颜色，我就去尝试啊，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研究啊，这样的。然后画上它下面的这个小结构。两笔就可以了啊，两笔就可以了。这个画的时候啊，也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它中间的是比较正一点的，靠近两侧的呢，有没有发现是向两侧撇的？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啊，也可以遵循它的这个小规律啊，也可以两边的呢就向两边撇一点啊，中间的呀就比较正一点，对吧？都是它的一些小的规律。都是它的一些小的规律就可以了。之后呢，之后啊，我们再还需要这个。之后呢，我们需要画上它的一些没有开放的一些小花苞。小花苞怎么画呢？也是一样，小豆子的形状。没有开放的这个啊，我们就画一笔就行啊，和上面呢产生一定的区别、一定的变化，可以了。可以了，非常简单，对不对？最后呢，点上它中间黄色的小结构。
然后呢，把它们串起来啊，串起来用什么颜色呢？用这个藤黄啊，加点花青，调成一个绿色啊，调成一个绿色，上面啊给它串起来，串下来，把它们连起来。连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这个藤萝啊，大家看一下，它是比较规律性的啊，左右左右左右，挺规律性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更加艺术化一点。你像这个就比较艺术化，有些啊弯一点啊，有些呢直一点，有些弯一点，有些向下弯，有些向上弯一点，对不对？它是有这些变化的。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并且也有穿插啊，可以看到吗？有些小的细节啊，也是具有穿插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是把它这些啊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变化性的这些地方啊，我们给它加强一点，就是说不要啊画的很平啊，不要这样画的很平啊，实际当中它也不会像这样很平的。那有些人画画，他就是画的很平，很规矩，就像那个小楼梯一样啊，就不好看了。我们画的时候呢，要加以变化，有些啊聚一点啊，有些呢隔得远一点，有些呢啊，对吧？这样去画它啊，不要画的很平啊，不要这样去画它，这样去画就不好看了，不好看了。画的时候呢，要有些啊向下弯啊，有些向下弯，有些呢向上弯，有些两个相交于一点啊，有些相交于一点，有些呢你像还有一些前面的这些，对吧？它从前面长出来的这些小的花苞的形态，那也要连一下。就是总之要有变化，不要画的很平。中国画画的很平就会很板，包括这些也是一样啊。传三聚五啊，这个有点像点花蕊，咱们讲传三聚五啊，点这些小的这些小物件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还有一些地方呢，也点上它一下。这些地方没有连接花瓣，也没有连接花苞，那这些地方表现的呀是花瓣被风吹掉了这种感受啊，可以有一些啊，就是说被吹掉了的感觉啊，光秃秃的感觉可以有的，对吧？好，那这样的话呢，画完之后我们还差最后一点，就是说，还差这个小花托啊，小花托可以怎么画呢？啊，藤黄加花青，然后呢，调一个重绿色，可以再加上一点紫色啊，都可以加上一点这个我们已经调好的紫色，点上一下它的小花托，这个也叫小花蒂啊。那这些地方也可以点上一些啊，可点可不点，这些地方都是可点可不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我点呀？这个地方我点是为了区分开一下。那大家发现这两个是不是有点一样了？是不是有点放在一起去了？那么我通过这儿啊，然后点上一点，点上一个点之后，那这两个花啊就分开了啊。有时候啊，我们是怎么说呢？写意画嘛，它有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画。画的时候呢，目的要有，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让这个层次更加分明一点，所以说我们加这一点啊。那这个就是紫藤花啊，它的一个画法啊，紫藤花它的一个画法。啊，这个大家呢就多练习就可以了啊。还可以怎么画呢？我再来给大家示范一些紫藤花的不同的画法。啊，都是运用这种方法规律去画的。颜色上呢会有区别，你比方说还有一些蓝藤啊，这个是紫藤，还有一些蓝藤啊。蓝藤怎么画呢？也是一样的，就说都是一个系列的，对吧？啊，都是一个系列的。蓝藤怎么画呢？或者紫藤偏蓝一点的那种，大家有见过那种花吗？就说紫色啊偏蓝一点的，我们还用这个。
那实际在画的时候是可以更加放松的。甚至里面可以加上一些紫都没事儿。那调色的时候也是不用太刻意的说必须要这样去调，有时候可以掺杂一些，对吧？本来我们要画蓝藤，那里面掺上一点紫可以吗？可以呀，对不对？当然可以呀。那还有一种啊，也可以不加太白啊。你像我们画紫藤可以加太白，也可以不加太白。我们来示范一下，示范一幅。画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糊在一起去的啊，没事儿，不要担心。啊，笔尖上调水，调太白，然后呢加上一些层次感。你看底下对吧？底下的话呢，让它密集一些，再加上一层，显得就更密集一点了。那这个就是一串紫藤啊，上面的部分了，浅色的部分。那下面深色的怎么画呢？啊，也可以用这个啊，我用的是头青啊，用的是头青。头青呢，加上一点这个花青啊，让它变得更蓝一点，变得颜色更深一点。然后呢，画上它底下的这个小花苞的形态。然后呢，画上它底下这个小结构，小花瓣的小结构。就这样去画它就可以了。其实是挺简单的啊，其实非常简单的。然后呢，调一个藤黄色，点上它的花蕊，点上它的花心，然后画上这个花串儿啊，能串起来。把它们串起来啊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小的花托。小花托怎么画呢？还是画一个比较重一点的颜色。那这个重色大家有发现吗？我是乱调色的，是吗？我其实是乱调色的。只要把这个颜色给它种下去，那么颜色的话呢，调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调的太单一啊。你不要说这个直接用花青去上啊，调的太单一就缺少变化。有时候呢，我们盘子当中有哪些重颜色？你比方说，可不可以加点红呢？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根据画面，然后呢去变。写意画嘛，就和工笔画不一样啊。工笔画也是一样，它最后啊，你画工笔也不能画的太像，太像的话也就缺少了一种工笔的感觉。那有一些变化才行啊，加上一些重颜色，点出来之后，对吧？就好看了呀，变化丰富了呀，色彩感觉呢也丰富了，这样的。所以说我的画画出来之后，大家会感觉，哎，怎么这么自然啊？怎么这么随意？怎么这么变化多？就是因为画的过程中这个思想就比较灵活。大家也是一样，思想呢就是本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去画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串紫藤那还可以怎么画呢？其实画法很多，我多给大家示范，再示范一串，还可以怎么画呢？比方说还可以这样画，大家可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自己最喜欢的去画就行。还可以画的更简单一点其实有时候觉得这个画画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怎么去画都行。当你掌握了这种方法，掌握了这些规律之后，那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发挥、去创作，对
甚至把这个花瓣的形态我们都省去了啊，甚至把这个花瓣的形态我们都省去了。可以看到，越向上走啊，加水越多。越向上走呢，颜色越浅，那这个就属于越来越大写意一点了，越来越放开一点了，只是找了一个它的一个大的感觉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用笔嘛，也是两个为主，对吧？啊，两个为主，也是这样去找的，但是呢，已经分辨不出分辨不出来了，已经变得很写意了啊，已经变得很写意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知道它的结构特点呀，我们知道它下面比较重，然后上面比较浅，然后知道它这个每一个小花朵它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变化，我们就画出来就可以了。也可以这个下面底下画的比较长一点，在这些地方加上一些重颜色的地方。可以了，对不对？点上一点藤黄，点上一点藤黄，弄串儿给它串起来啊。这个串儿的话，甚至可以呢加点墨都行啊。绿色里面呢加点墨。可以画的更加自由，更加随意一点。就是当大家掌握了这些规律特点之后啊，大家呢就用笔的时候是可以更加潇洒一点的啊，可以更加自由一点的。前期练的时候呢，稍微稳重一点，然后后面呢画的时候全凭感觉全凭感觉去画就行。点一点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一串紫藤一串紫藤更简单了，对不对？更写意了，更自由了。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紫藤的画法。当然，大家在画的时候呢是可以更加产生更多变化的，比方说下面再长一点再长一点或者是呢上面再宽一点，就是说根据我们个人的一个想象力结合这些规律性，然后呢去自由的去发挥去创作就可以了。好，下节课呀我们再来讲这个紫藤花它的一个叶子以及藤蔓好，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呀这个紫藤叶子紫藤叶子以及藤蔓的画法。那么藤蔓呢，我们之前是有讲过的葡萄藤蔓，对不对？那紫藤的藤蔓和葡萄藤蔓都是一样的，大同小异。只不过呢，葡萄藤蔓可能露出来的地方要偏少一点，紫藤的这个藤蔓呢，我们画的时候往往露出来的藤蔓更多，并且说偏细一点相对来说，紫藤的藤蔓呢相比葡萄来讲的话可能会偏细一点，但是也差不太多。好，那么我们先来讲叶子吧先来讲叶子，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藤蔓如何去画。那么先来观察图片也是一样，我们要画一个东西，对吧？我们要研究它这个叶子是怎么长的。你想要画紫藤叶子，我们要研究紫藤叶子到底是怎样长的。那它的这个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是中间这个叶片它有一串和紫藤这个串是一样的，也是有一串，然后呢周围长了这种对生的小叶子，中间这个呢最大，越向后面走越小这个是它的特点。中间这个叶片最前面这个叶片是最大的，然后呢中间这个是一个，之后呢两边两边两个，两边两个一边两个一边两个，是这样生长的是这样生长的包括这些对吧有观察到吗？一个
两个，两个，两个，那它都是这样生长的，对不对？那我们当了解它的这个结构特点之后，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就可以画的很简单了，啊，就可以画的很简单了。那这个大家可以用白描的手法呀，去勾一勾，去加强一下这个理解。啊，我来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个。还是白描的话呢，我们课上的给大家示范呢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白描呢，大家呀也是一样，掌握这种学习方法和规律之后呢，大家自行去画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是方法性和规律性，大家也不用学的太死板啊。我们目的呢，白描的目的是什么呢？了解它的结构啊，包括大家在画一些还没有学过的一些花卉的时候，还没有学过的一些鸟类的时候，大家啊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去自学，因为生活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新鲜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这样的，哎，两片，它是对生的，这边一片，这边一片，这边也是，两片，它有一些侧面的啊。我们看到这一串的话呢，它是有侧面的。再向后走，就是更小的小叶子了，更小的小叶子。那它的一个大的规律呢，这个叶片是最大的啊，然后后面呢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它是这样一个感受啊，它是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感受。那我们用写意手法如何来表现呢？写意手法画起来啊，就变得非常简单了。画的时候呢，要想着它这个结构。笔尖上调浓墨啊，调墨方式再强调一下，我们画的时候呢，笔尖上墨色呀始终稍浓。那画这个怎么画呢？一片、两片、三片，是不是很简单啊？是不是很简单？它就是抓准它的结构特点。那我们画这个用写意手法去表现的话呢，就是抓准它的这些结构特点，并且呢加以强化。那为什么是强化了呢？大家观察这个真实的真实的叶子，它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没有很大，它变化是比较小的。就是说，这个很大吗？啊，这个很小吗？没有那么很大很小啊，它是一个渐变的一个过渡的啊，它这个和后面呀并大不了多少，实际当中呢并大不了多少啊。当然，有些紫藤串长得这个比较多的一些呢它会这个地方特别小，这个地方特别大。但是，一般的，你像我们找的这个图片，对吧？这个图片里面呢，它这个叶片和这个地方叶片是差不了太多的。那么我们用写意手法来画的话呢，我们就要加强它的这种变化。这个地方稍大一点，这些地方呢画的很小一点，这样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比平平的画的好看啊？我们给大家再示范一个。是不是要比这样平平的去画的好看呢？哎，经过艺术的加工啊，比之前呢还要变得更加好看了。既有大小的变化，也有呢，也有形态上的变化。那这个也没有变化，形态上也没有变化，对不对？这种就不好看。形态上也要有变化，就是说，因为它的叶子随风飘动或者各个角度的不同它这些叶片呀，它这个也会有一些区别也会这个角度也会不一样，有些小叶片可能向上翘一点，有些小叶片呢向下垂一点同一个串上，它这些小叶片的方向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哎，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画的话呢就把它艺术的加工处理化了。那我们写意画最讲究什么呢？就是讲究变呀如果说没有变化，你画的很平，
画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就不好看了。那这个是正面的这个串，还有一些啊是侧面的，你像这个啊，这个侧面的这些怎么画呢？当然也可以先画上这个侧面的啊，这个叶子中间这个叶子就是长一点的啊，有些叶片呢这个地方垂下来，这样去画。那这个是一个侧面的啊，侧面的这一串叶子。可以感受到吗？这个地方是扁的，它侧面的话呢，我们从侧面看呀，它这个地方就比较扁了，这个小叶片是比较扁。那这个地方呢，稍微垂下来一点，它就大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稍微垂下来一点，大一点啊。后面还可以再继续加的。然后再后面呢，这个地方啊，被挡住了，只能看到一小点儿啊，只能看到一部分，它是比较小的。哎，所以说呢，我们用笔的时候呢。用笔轻一点、小一点啊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同学会说啊，我们这种侧面的如何去加以变化呢？啊，加以变化呀，就是在寻找变化呀。比方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包括这些是比较平一点的，怎么去加上更多的变化呢？打个比方说，我们通过变化艺术把它艺术化处理，怎么处理呢？这个地方小叶子可以产生一定的方向感啊，这个地方啊，哎，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个啊，这个小叶子好像被风吹过来的，它本来它是这样平平的啊，突然间啊它直愣起来了，它这个直起来了，好像被风啊被什么东西给吹了一下啊，这个小叶片轻轻的就这样吹起来一点点，那这些小的细节呢，对吧，就构成我们一个紫藤花啊紫藤叶子它的一个动势感啊。虽然按照正常规律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啊不该有这么大啊，不该有这个直起来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加上一点啊，加上一点的话呢，就比较灵巧啊。当然啊，这种地方这样的串儿啊，画面当中可以出现，但是呢，不要到处都是这种啊，大部分还要按照规律去画，少部分有那么一两处地方可以呢按照这种去画啊，按照这种去画的话呢啊，这个地方就是形成一个画眼的感觉，哎，非常灵动，非常灵巧啊，有变化啊，这样的。那这个也是一个规律，就是大部分咱们都画的啊，按照大的规律去画就行，小部分呢我们可以调皮一点啊，就像班级里的孩子一样，大部分都比较听话，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小调皮的啊，并且呢，其实他也不是真正的坏，对不对？就是调皮，老师呢也非常喜欢啊，也挺好玩就这样的。那么画好这个之后呢，我们怎么去画它的叶脉呢？它的叶脉呀，啊，和那个像牡丹啊那些叶脉画法一样啊，可以有两种画法啊，可以像那种去画，就是说，哎，对吧？也是画上来之后啊，这边两个，这边两个，这边一个，就是不要画的那么太规矩。这个是我的一些画法的一些总结。你像有些画家呢，也是喜欢比较画的规矩一点，但是规矩里面，也是在找变化。我画这个小叶脉呢，都是这样的啊。这样去画的话，包括王雪涛先生他画叶脉也是。那这样去画的话呢，变化多啊。这样画的话呢，变化多啊。这样去画它这小叶脉变化多。还有一种怎么画呢？还有一种啊，这样画。啊，直接围绕这个小叶子啊，这样去画，其实有点像这种勾勒的感觉，对不对啊？是有点像勾勒的感觉的啊。我来给大家用颜色，咱们来示范一下。因为墨色的话，看叶脉看不那么太清楚。颜色怎么用颜色怎么画这个呢？咱们可以啊，用到花青、藤黄，加上一点花青色。用一点藤黄色，然后笔上也可以有一点点淡墨，可以有一点点淡墨。花青加藤黄啊，纯色呀就
太鲜艳，适当的里面呢调上一点墨是更好的一个状态。那用颜色去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先画上这个串儿，也可以呢先点叶子都行。那比方说先画串儿，对不对？也是一样啊，也是这样用笔的。比方说这个画一个正面的呢，还是侧面的呢？1、2、3、4、5、6、7，对吧？那这样就可以了。还可以怎么画呢？大一点的，大一点的，这样去画它，可以再让它们产生变化。笔尖上还可以调点墨，还有一些是向上翘一点的，对不对？这样去画它的叶子。画好之后呢，勾勒叶脉。叶脉怎么勾呢？用浓墨要用浓墨去勾。一种可以这样去勾，可以让它产生更多变化，对吧？那注意啊，就是选择一种叶脉勾法，那么你这个画面当中你就都用这一种，你不要掺杂着用掺杂着用就太乱了。这个里面用的这种，那你这整幅画面都用这种勾法。那你说你喜欢另一种勾法，对吧？这样的那画面当中呢，你就都用这种去勾这种的显得画面更加丰富、更加饱满，有点偏笨重的感觉，但是呢，画面是比较饱满的。这种就是勾出来之后呢，给人一种比较灵巧的感觉画面呢，当然这种勾法呢，就是画面显得会稍微的散一点但是呢，就是两种感觉不一样嘛这种灵巧，这种呢比较捕捉一点古拙一点，就是说不同的画风、不同的画法。你比如王雪涛先生就这种比较多，你像齐白石老先生叶脉的话呢，就这种就偏多两种都很好都很好看。大家想要画什么样的感受的作品这个其实就考虑到我们画画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情、一个状态，也包含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审美的不同那么都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更喜欢的先去用，然后呢当你们对吧以后呢可以自己去创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手法来画这个叶脉呢，对不对？更适合自己的，更适合自己审美的都可以后期再去研究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简单所以我没有讲。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就是说直接勾一个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勾一个只勾中间的主叶脉，因为它是比较小的这个它只勾中间的这个主叶脉小叶脉呢就省去了，就不勾了。这样也有这样去画的也有这样去画的，都可以。那么以上这些呢都是比较正一点的都是能看得全的这些叶子。还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它这个叶子还有向前伸的这些呢都是向下都是向这个对吧侧伸。还有一个就是向前伸、向后伸的，怎么画呢？来观察一下。那这个地方是一片向前伸的小叶子向前伸的这样一个小串儿。那这种状态下，我们画这个叶怎么画呢？只能看到前面这两三个，后面的是看不到的或者后面呢只能看到一部分。那我们就也很简单就画前面的这三个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呢，小串儿从这儿串过来，你看不到就不用画了，就省去了，对吧？变得简单了。还有一些是侧面的，就是非常侧的，比方说像这种的非常的侧，只能看到一边可以这样去画。那还有一些呢，当然图片上我就找不了那么太多。还有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向上翘的
一些小的叶子向上翘的，也只能看到一边，那就这样去画就行了啊，非常简单。当然这些呢还是大家呀就是去多观察生活，然后呢去总结这些规律，因为变化会有很多，大自然是千变万化的，找不到一片同样的树叶，对不对？所以说是千变万化的。那么大家呢就是总结规律啊，总结规律善于找到规律，画的时候呢就变得很简单了。叶脉呢也是一样，都可以啊。这个根据我们，甚至可以根据我们当下的一个画画的一个心情、一个状态去勾叶脉。再有呢，就是勾叶脉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什么去勾呢？根据你这个画面的需要。你比方说，你需要一些整的地方，那就用这种；你需要一些比较灵巧点睛的地方，那你就用下边这种。这些实际运用的时候呢是非常灵活的。大家选择其中一种就行。学习的时候呢多学，然后用的时候呢活用多学活用，这样才行。然后就是这个藤蔓接下来我们讲这个藤蔓。藤蔓的话，实际上是咱们已经之前有讲过，所以说大家再学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再学的话就比较简单了。这个藤蔓怎么画呢？就拿这个藤蔓吧，我找的这个藤蔓，这个小感觉就特别好，它不是木本的它也不是草本的，它给我们的感受大家观察一下这个藤蔓，它给我们的感受呢是挺硬的，但是呢硬里面又比较柔。你说比较柔吧，这个藤蔓比较细比较柔，但是呢它又不像草本的，它又不像这些叶子的叶梗一样，它又不像这些这么软它又有一定力量感，我们去折这个的话还是很有力量感的。那么怎么画呢？就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怎么表现呢？用国画的手法怎么表现呢？可以适当的中锋用笔多一点中侧锋其实也可以一起用其实就是用笔方法呢，就是大家前期练可以中锋稍多一点但是也不要全中锋，全中锋的话就会形成一种铁线描的一种感受。也可以，你像吴长硕老先生，他画那个紫藤大部分都是中锋，就是也是画家的不同，用笔的方式呢也有所区别。那么我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它这个紫藤藤蔓这个藤蔓呀，它不像木本的，你像木本的，如果说从这儿出一个枝，它不能回弯的它不会从这儿再回去的，除非是大家用铁丝把它那个枝干呢故意形成这个形状，正常自然状态下呀，它不会出现这个回弯的状态。那藤本的就不一样，藤本的是非常自然的，各个角度都可以去生长。我们来看，从这儿直接就转回来了，那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坚硬的，这些地方呢就是比较柔软的所以说柔中带刚。怎么画呢？就是线条画的时候呢有曲线有折线，就像那个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那个蓝叶子，蓝叶子也是。有偏直有偏弧线一点的，然后呢，有些地方一转折，啪一下有一个角度，它就不再是弧度了，而是角度。那这个就是角度。那这样画的话呢，就很能体现出藤蔓的一个力量感。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就是说，对照这个藤蔓，我们直接可以练习你看这些好的构图，那现在这个时代学习起来非常方便，好多资料对吧，都可以运用的。我们去观察生活，那现在公园哪儿的花特别多，学起来也方便，网上资料也很多，所以说现在学习呢，其实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怎么画呢？从这儿啪一下转过来转过来，可以感受到吗？这个地方是比较带有弧线转折的，那这个地方呢，啪一下转过来之后，那给我们感受就本来是比较柔一点的，到了这儿呢一下就方折了，一下就方折了。这样画出来之后呢这个藤蔓就给人就是藤蔓的感觉就是藤蔓的感觉了。再有呢，就是说藤蔓它是可以随意打弯的呀，你比方这些地方从这儿转过来之后是吧？打弯的。
这样去画它啊，就是其实也是在写生嘛啊，我们也是在写生，但是写生的过程中呢，我是更加的在意这种线条的质感啊，更加在意这种线条的变化，就是说啊。它是比较平的，它是比较平滑的。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这个用笔的时候啊，可以，就是画的时候不要太慢啊，画藤蔓的时候不要太慢，就是画斜意的时候，有些地方慢，有些地方呢要提起速来，有快有慢，行笔有快有慢。然后呢，像这些线条，对吧？那有些同学可能画出这种线条，就会觉得，哎呀，我画的不直啊，画的不好看啊，可能好多同学会紧张啊，会画出这种线条来啊，就觉得线条不好看。实际上，大家观察一下，那这种线条是非常好看的。在斜意画当中啊，画藤蔓的时候，那这种线条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好看的，就是找它的一种变化啊。它藤蔓本身呢，大家来观察一下，它也是有一些胖瘦的，它和木本的是不一样的，和草本的也不一样。它这些地方，对吧？哎，走过来之后，它这个地方突然间胖了那么一点点，它有一点点转折的地方啊，它就胖了一点点。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呢，自然去画就行啊，很自然的去画就行。画藤蔓不用考虑那么太多。比方说木本的枝干，我们要记得靠近根部的地方，靠近主枝干的地方，我们要画的怎么样？要画的粗一点。要画的壮一点，然后小枝干呢要画的细一点，要画的柔一点。那藤蔓呀就可以打破这个规律啊，适当的打破这个规律。主藤对吧？主藤肯定是稍微粗一点，然后小藤包括主藤身上，我们也可以啊，一个地方粗，一个地方细，那它有这些变化。再有呢，有这些小的点儿、小的节点儿，那这些小的节点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地方也画的粗一点。那这些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行笔速度的快慢，像出现这些要很自然出现的，不要刻意去这样画，很自然的出现这些，哎，稍微粗了那么一点点，是非常好看的。那这个呢，大家这个审美大家要把控好，就是说去观察一下，这些历代的一些作品，大家会发现好多画画有时候无意有意的，都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小线条，就非常非常优美，非常好看。包括这个从这儿转过来之后，本来应该是越来越细的，那这个地方就稍微粗一点啊，就是可以稍微粗一点。紫藤蔓类的，用笔呢更加灵活，更加随意，更加自然。当然，这个为什么好多人就说画紫藤太难了啊？这个藤蔓太难了，难就难在哪儿了？难就难在这个自然，变化就难在这儿。当然这些呢，就是大家多练习啊，你们练的一些作品呢，都发给我看，我会对大家呀进行一个指导。还有一点就是说，藤蔓也要注意一个聚散啊，不画其他东西，只画藤蔓，我们也要注意聚散。那这个我找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挺优美的这样一个摄影图片，那它这个对吧？这个地方是很密的，单看它藤蔓，这个地方就很密，这些地方呢就比较稀疏。那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自然状态，也是要有疏密变化。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画的对吧？尤其是这一串，我们画的很密，这些地方呢就画的很稀疏，就没有再加一些小的藤蔓啊之类的，对吧？有疏有密，整幅画面呢就好看。其实画紫藤难在哪儿？就是难在这个构图啊，难在这个藤蔓的穿插上面了。把这个多练习练好就可以，点上一些小苔点儿，就更生动、更形象了，对不对？好，再来给大家简单的来示范一下这个藤这个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多练习。怎么练呢？之前我们有练过藤蔓了那现在再学到现在的话呢，就没有必要去单独练习藤蔓了。我们可以去直接画一些小作品来进行这个边画边学。因为好多同学反映这个藤蔓比较难，所以说呢，我就单独再给大家来示范一个这个藤蔓。藤蔓是用笔要灵活一点直线曲线都要有直线曲线都要有，然后这些湿笔干笔也要有然后呢也要出现这些
像梅花那个三角形的结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画的时候啊，哎，分割出一个小三角就好看啊，就好看。那它这个藤蔓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是可以这样去生长的。那它是可以这样去生长的。你像木本的这个，如果说这样出枝，它一定要这样长才行。那藤本就不一样，藤本的是可以反方向回着去长的啊，是可以回着去长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我们就画出来了这个藤蔓。大家没事的话呢，也可以这样练习啊，就是练的时候呢，掌握行笔速度的快慢，啊，掌握干湿，啊，掌握这个深浅啊，你像有深的地方，有浅的地方，实际上它和我们一是调笔有关，第二呢，行笔速度也有关。行笔速度慢了啊，比较湿润了，也就自然黑一点；快的话呢，自然就浅一点。还有就是一个聚散，一整幅画面当中，我们要有聚的地方啊，有散的地方，这个藤啊表现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学习，先上到这里了。